纪的19章呢，讲述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于两座死海古城索多玛以及俄梅拉。这是大洪水以后上帝又一次的毁灭地上的诚意。人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一个故事？很多时候像这样的故事会使人想到小孩子从爷爷那里听到的古老的传说。当然，相信上帝的人呢，会毫不怀疑的相信写在圣经中的都是真实的。然而今天那里呢，除了沙漠就是岩石，什么都没有。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的考古学者来到这里探寻。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集中在考古发现如何证实那个古老的圣经故事。故事开始于创世纪的18章，当时代表上帝的3个人，可能其中2位是天使，来到亚伯拉罕的住处，预言撒莱在来年要生一个孩子。其中一位呢，代表上帝的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其中一个秘密呢，上帝透露给亚伯拉罕的就是关于索多玛的毁灭。经文是说：“索多玛和俄梅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创世纪的19章呢，讲述2位天使傍晚时分来到索多玛的城下，罗德呢在门口迎接他们，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之后天使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们受到了攻击，天使将罗德一家救出了城外。估计天空开始出现奇怪的云，之后有火降下。有这样一个网站是专门接待和组织人到圣地游的，叫 Holy Land Site， 其内容呢是很丰富的，其中也包括介绍索多玛的遗址。他们的视频呢明确地提到索多玛和俄梅拉的地点，然而从现场看呢，并不能看出索多玛的那个城，那只不过是一个区域。从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出，这里的地质特点呢是不同于周围的其他沙漠地质的。这种白色的灰呢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里的另一个特点是发现了很多的硫磺，因为硫磺在燃烧的时候呢，可以与碳酸钙产生化学反应，而形成硫酸钙，那就是人们所看到的白色的灰。即使是今天呢，我们仍然能看到很多使用石灰石的建筑，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建筑材料。所以古代建筑呢也是一样，石灰石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虽然碳酸钙是一种很硬的材料，但是硫酸钙呢却是灰状。硫酸钙就是石膏，石膏板也叫灰板，是今天最普遍的一种装修材料，强度很低。这就是说，古代的石灰石建筑被硫磺焚烧之后，就会塌陷成一层层的灰。总之呢，这种解释呢非常流行，甚至当地呢也能看到前往索多玛的指示牌。很多年前，应该是上世纪的80年代，有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叫 Ron Wade 来到这里考察，基本上也认同这里就是当年的索多玛。他的观点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形象化，比如这个形状，他认为这里可能曾经是一个拱门的建筑。他也找到了硫磺，而且所发现的硫磺呢都像是燃烧过的，每个硫磺的周围呢都有一圈深色的印记，并形成了一个石膏的外壳。而这张图呢正显示硫磺因为在燃烧中已经完全嵌入到岩石的里面。他将采集到的硫磺呢带回了实验室，化验结果呢显示纯度高达 98%， 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天然硫磺那个纯度只有 40%。下面分享的第2种观点是从地质学的角度。有这一位叫 Albert Lin 的，他是属于国家地理的探险人员。2019年呢，他来到死海附近呢，拍摄系列片叫 Buried Secrets of Bible， 中文意思是被埋藏的圣经秘密。其中一集呢是探索
索多玛和俄梅拉。他也来到死海的南部，不过是在约旦的一侧。他在这里看到地表存在着很多塌陷的地方，甚至是空洞。这使人想到创世纪14章的4王有5王的征战的那个故事。经文说，西丁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梅拉王逃跑，又掉在坑里的。如今看来，这些塌陷的地方不仅使人联想到当年那些勇士们在逃跑，地面突然的塌陷，人就掉进去了。当然，他也来到前面提到的那具有很多白色灰的地质地段，他也就那些白色灰质的地质问题咨询过地质学者，被告知那是地震造成的。因为圣经所说的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显然是超过自然科学的范畴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林的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他是来到死海的北面，是属于约旦的一个地方，叫 Tel Hammam。这里的占地面积很大，而且这里发现的物品呢，似乎都是被高温烧过的，而且被毁的原因呢，已经排除了人为的因素。于是人们猜测这里曾遭遇过小行星的撞击。其实每一种观点呢，都是来自观察者所看到的。最后的那个考古遗址呢，可能更符合圣经。创世纪的13章讲述，亚伯兰呢挪移帐篷到伯特利，就是在伯特利和爱中间。接下来经文讲述罗德与亚伯兰的分开。经文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经文提到他向东迁移。我们从伯特利呢和爱呢向东看，那正好是约旦河平原，所以前面分享的那个考古遗址 Tel Hammam 正好是这个位置。我找到一份科学的报告，讲述这个遗址是属于青铜器时代的中期，距今3600年。然而标题的第一行字是令人震惊的，他所说的是1908年发生在西伯利亚的一次神秘的爆炸。这也像2013年那个陨石事件。在题目下方的注解中提到，那个爆炸当量是1000个广岛原子弹。所以这个意思呢，是说这个看似很平常的古代废墟，在3600年前曾经经历过一次神秘的核弹爆炸。而这个遗址呢，不过也是10多年前被约旦的地质学者发现的。当时他们一共发现了14个人类定居点，而坐落在山顶上的这个属于最大的，里面有宫殿还有城门。科学家们根据现在的废墟还原了当时的宫殿的样子。这黑色的部分呢，就是建筑物到达之前经历燃烧的那层。令人震惊的就是那些细节，这些陶器碎片带有被高温烧灼的痕迹。这张示意图呢，展示当时的房子的顶棚呢是先用木梁，然后上面盖上泥土。然而现在泥土还在，但中间的木头已经荡然无存，而最顶部的泥土却曾经被烧到融化的程度，那些矿物质已经显示出被玻璃化的现象。这张图呢显示了一段人类的肋骨，上面附着的一层矿物质呢富含盐以及融化的氧化锡，而那个地方呢的庙宇是用到了锡。总之呢，爆炸的威力将人瞬间肢解，而高温呢将人的皮肉蒸发掉。很多的物质在高温下相互的融合，甚至骨头都被融化的玻璃包裹。科学家估计那里的人口可能有8000人，但那种能融化一切的高温已经将那里一切都毁灭了，无人能够幸免。而且因为土地被高温烧灼，在之后的几百年里，这里不再适合人类的居住。正如经文所描述的，那个毁灭的范围是全平原，包括地上生长的植物。由于这个古代遗址的年代呢，正是圣经所说的索多玛的那个年代，从占地面积上，它应该是当时最主要的一座城。至于它是被天外的陨石毁灭的，还是被上帝的天火所灭，
那仍然是个谜。不过圣经的预言这一情形在将来还会再度出现。在以西结书的38章预言将来地上的众王聚集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出面毁灭了他们。经文中特别提到了火与硫磺。而在撒迦利亚书的预言中呢，虽然没有提到火，但所描述的那一幕与今天的考古发现所展示的有着惊人的相似。经文说，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